为何他周边会有雾霭将自己包裹？难道又是来自哪一方的神秘势力的大能者？言语中充满了好奇与震惊。要不是他的竞价，根本没人注意到他的身影。但在这位身影展露在众人的面前时，所有的权势与财富似乎都失去了光彩，因为他所带来的不仅是金钱的震撼，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气场，一种超脱于世俗之上的威严。萧炎、灵动、沐晨、花仙子、云韵等人的目光紧紧跟随着那道身影，试图从雾中窥探出一丝端倪，却始终无法穿透那层轻薄而神秘的白雾。此人有些蹊跷，竟然无法用神魂力量感知到他的真面目，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一般。萧炎皱着眉头，声音中带着一丝不解。灵动的眼神犀利，似乎想要透过雾霭看穿一切，可是依旧无果。但他感受到了对方的强大气息，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神圣的气息，让人不敢小觑，仿佛是某种化身。沐晨和花仙子云韵则并没有开口，但是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对此人的一种忌惮。随着这道神秘身影展露在众人的眼中，竞拍台上的三大君王也注意到了异常，他们的目光如同利剑，直刺那道如果不注意看就根本不会被注意的身影。刚刚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里还存在着这样一号人物？神君王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刚刚就连他都没有察觉到有此人的存在，所以为了是不是自己的感知出现错误，便朝着启君王和媚君王询问道。而这两位君王则是摇摇头道：我们也没有感知到。那看来对方的实力应该远超我们之上，而且也没有对方的任何信息，难道是一位隐匿在万界的大能者？或许是感受到周围的异样目光投来，他将身上的雾气渐渐散去，那身影也变得清晰起来，他的真面目也在众人的视线中浮现。一位男子面无表情，一身朴素的布衣，难掩其非凡气质，总有一股让人不敢直视的感觉。对方此时面无表情，目光淡然，仿佛与刚刚那一双拥有银河般璀璨的眼眸完全不一样。尽管如此，三大君王依然保持着对此人的高度警惕，因为只有真正的大能者会伪装自己的外表，而且对方的来历不明，就连修炼都无法探查出来，可想而知，此人的实力至少都是一位比他们还要强大的大能者。在人群之中，那位黑衣男子的目光如刀刃般扫荡在那道朴素无比的身影上，一道无比阴沉的声音自自己的喉咙间传出：这个人似乎不存在这里，但又如此真实，对方究竟是何来历？而此时，黑衣男子身后的另一位高大的黑衣身影沉声道：看来对方是为这个造物圣典的碎片来，只要不是与我们抢夺那一物，一切都不关我们的事情。想必你也看出来了，对方的来头可不小。黑衣男子意味深长地盯着那道令他感到诧异的朴素身影，感觉不到神元之气，却散发出如此恐怖的压迫感气息，之前可是从来没有听过有这样一号人物。就连那些来自异族势力的强者都不由自主地收起了轻视。圣域王大人，在这诸神万界之中，似乎还真有不少的卧虎藏龙的大能者。坐在被称之为圣域王大人的左手边，另一位男子开口道：不管他是谁，只要等我将破恶毒元炼化融合，我就有机会接受族中的唯一传承，届时我的实力将会彻底登临前所未有的神境领域，此人实力再强大，也会被我斩之于马下。从圣域王这等无比自信的语气中可以知晓，破恶毒元所带给他的益处诸多，而最让他在意的就是族中的那个传承。当然，除了破恶毒元之外，神脉会中还有一物是他想要的，那道朴素的身影，轻佻眉宇。对神脉师还没有做出下一步骤时，一道声音平静地传出，声音带着沙哑且空灵的声音在神脉会中传荡。既然无人竞价，就请快点宣布最后的获得者吧。神脉师被这一声提醒，方才从恍惚中回过神来，他的手中紧握着拍卖锤，随着倒计时读秒的声音，气氛一变，终于一声清脆的锤音响起，成交。现场响起一片轻微的骚动，仿佛是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那道身穿朴素的男子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然后接过神脉会女子双手奉上的3块造物圣典的碎片，在看到手中的3块碎片时，那人的眼眸中又浮现出一道银河璀璨的星光。最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此人离开了神脉会的现场，而那道看似朴素无比的身影在三大君王的目光注视中最后彻底的消失不见。心中想着，此人的实力已经不亚于他们，为什么去拍一下只有3块碎片的造物圣典呢？还是说……想到这里，三大君王端坐于雕龙王座上，他们无声的眼神交流中，彼此心中的疑团似乎得到了答案。但紧接着一声锣鸣划破沉寂，神脉会的最后一轮也即将热浪来袭，所有的期待与紧张都被点燃。神脉台上，神脉师身姿挺拔，他那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股不凡的气势。随着他的双手缓缓升起，现场的喧嚣声渐渐被一种难以言喻的狂热所取代。